特朗普有语带威胁之意。就算按照他昨天透露的那样，从7月9号到8月1号，他实际上又多了3个多星期的宽限期，试图给世界各国层层加码，他自己也在不断的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亲爱的各位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2025年7月7号星期一在全网播出的这台节目视频。今天7月7号是7.7卢沟桥事变88周年的纪念日，勿忘国耻啊，面向未来，谨以此表示纪念。同时也对我们未来是个警醒。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国际方面，今天7月7号星期2个方向非常重要。第一个呢，是在特朗普对全球的贸易战，今天到后天这2天时间里面，可能是一个关键的节点。首先，在美国对全世界的贸易战方面，可能会发生什么？在这个方向也有2件事情。第一个呢，大家知道，从4月2号，特朗普号称什么解放日啊，这个对全世界180多国家展开贸易战之后呢，其实一波三折。无论是在对欧盟，还是对中国，还对其他国家，它都设了一些宽限期。总体来说是90天。那么中国的宽限期呢，是到8月12号。所以之前什么特朗普6月26号宣布透露说什么中美之间达成贸易协议，恐怕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欧盟呢是7月9号到期。同时呢，这个特朗普对世界许多国家也下了一个这个宽限期，也是到7月9号。那么换言之，后天7月9号的时候啊，其实无论对于欧盟27个成员国这么一个庞大的欧洲市场，还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其实都面临着一个抉择，就是要不要或者能不能会不会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如果达不成会怎么样？如果达成又会怎么样？所以从这意义上说，特朗普的昨天7月6号的时候在华盛顿宣布啊，他说他7月7号就是今天，也就是再过几个小时以后，他将首先对世界12个国家发出一封信，里面会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同时呢，昨天他也表示，他说在这个12个国家他发出一封签署的信之后呢，他同时还会对100个国家发出信函，其中明确的要求他们在7月9号之前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如果达不成的话呢，那么8月1号，后面是特朗普的语带威胁了，8月1号呢，他将恢复4月2号当时提出的所谓的这个高关税。换言之，4月2号的关税战将卷土重来。那么这个100个国家里面，首先是12个国家，目前还不太清楚这12个国家或者地区到底是具体是哪些，想必应该是不包含英国和越南，因为这2个国家应该说多少都已经跟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了，应该是指美国目前贸易往来非常密集的这12个国家。中国在不在其中也不得而知，但想必日本啦、韩国啦、像欧洲的一些国家啦、印度啊等等，包括金砖国家都在其中。所以最近几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正在巴西访问，表示要和巴西联起手来应对特朗普的贸易战挑战。同时呢，特朗普在那边，美国昨天也发出语带威胁，说美国对金砖国家将施以更严厉的高关税等等。所以最近几天博弈还非常的激烈，也非常的微妙。那么除了这个12个国家之外，100多个国家里面，另外80多个国家呢，用特朗普昨天的话来说，首先是指那些平时和美国贸易往来不多，但是呢，美国依然要他们屈服的那些国家。甚至昨天特朗普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他有个习惯，一般星期天下午会接受一个记者的访问。那么昨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我在信里会这么说，就7月7号今天未来几个小时里面发出信里面会这么说，他说嘿，你们听着，虽然你们跟美国贸易往来不多，但是我们之间也存在了一些逆差或者顺差，这就是你们要付出的一些代价。所以为了这些代价，你们尽快的跟我们达成协议，7月9号之前，如果达不成，那8月1号我将继续恢复4月2号对你们实行的高关税。这里面有恐吓的成分，也有不可实现的虚晃的成分，因为明眼人都知道，就算今天7月7号美国发出信，2天时间，这些国家怎么可能跟美国达成协议呢？而且特朗普自己也说了，他说这些国家里面有相当部分国家是4月2号以后根本没有跟我接触。换句话说，这些国家由于客观上可能跟美国不存在很多的贸易关系，主观上明知谈了也可能会谈不成，所以这些国家根本就没有理美国，于是特朗普着急了。那么所以这里面第一，从7号到9号2天时间要达成贸易协议不可能，过去3个月没达成，怎么可能这2天里面达成协议呢？第二个呢，特朗普有语带威胁之意，有语带威胁之势啊，这个势头的势威胁。那么其实呢，大家知道
就算按照他昨天透露的那样，从7月9号到8月1号，他实际上又多了3个多星期的宽限期，试图给世界各国，第一是层层加码，第二呢，坦率地讲，他自己也在不断的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所以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现在我们看国际资本界，上个星期六有一个准确预测中国经济的首席经济学家来到我们的证监会的会员内部直播，告诉我们，其实现在国际资本界对投资界对于特朗普的这种贸易战语带威胁啊，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的损害啊，其实的敏感度已经下降了。大家总以为也许特朗普最后那一刻还会顺水推舟，会顺势下来给自己找个台阶。这当然是我们说审美疲劳也好，见怪不怪也好，可能见多了也就不怪了。但是问题是我提醒大家，其实我在去年11月5号特朗普当选还没上任的时候，当时我就提出我们对特朗普要破除3个迷思。第一个呢，我们老以为他可能是出尔反尔，岂不知他出尔反尔是表面，但是他内部的战略一以贯之，这才是真正的内涵。所以从这意义上说，特朗普试图要以贸易战来改变，用他的话来说，1945年之后世界各国对这个美国形成了一种贸易不公正的秩序，恐怕是他的战略，他不会根本的改变，即便他推迟90天，推迟180天，最后他还是试图鸡蛋要碰石头，试图来触及，至少是触及，不说解决的话这个问题。那么只要是他触及这个问题，等到最后bang的一下，这个双方乃至各方谈不拢，贸易战正式全面打响的话，那么今年下半年的世界经济势必会进入到衰退。而只要世界整体经济进入到衰退，那么包含美国、包含欧盟、包括中国，甚至包括一些其他国家在内的经济体呢，一定是难以独善其身的。所以从这意义上说，一方面是见多不怪了，但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高度的警觉。所以美国跟哪几个主要的经济体有可能会谈崩，或者至少到目前为止谈不拢，我们大概来可以罗列一下。第一个当然是中国，毫无疑问，美国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中国是第2大经济体。虽然中国之前用了稀土作为武器逼美国就范，但其实美国现在明知在这方面是要就范的，但最后双方现在还在最后的讨价还价，双方的 bargaining， 双方的寸土必争这个阶段，能不能会不会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将在8月12号，就是新的90天来临之前达成协议，这是中美之间的事儿。那么我个人觉得呢，有望达成一个阶段性的策略性的协议。当然实在达不成，也有可能推迟90天到今年11月份，也有可能。欧盟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据我们所知，昨天整整一天，欧盟的主要官员都在华盛顿，尤其是商务谈判官员密集的跟美国财政部举行会谈。而且前天，包括从上周3以后呢，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就在密集的跟27个成员国的首脑在通电话，试图在最后和美国谈之前，欧盟27个成员国内部先或者之间先达成一个统一意见。但这个说实在的，不要说在东欧跟西欧2个阵营之间难以达成统一的意见，即便就在西欧，就以前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老欧洲内部，德法这种经济发达的国家和西班牙和这个包括希腊等这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谈这里讲其实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要不然当年的欧债危机就不会爆发。所以我本人对于在7月9号之前欧美之间能不能达成一个统一的框架性的协议，其实我本人并不抱很乐观的态度。那么当然还有跟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啦、韩国啦，如果7月9号达不成，那么虽然特朗普给了3个星期的宽限期，但是8月1号会不会贸易战卷土重来，这是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密切观察。有关这个问题呢，大家一个是高度关注，随时关注我的视频，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关注我们证监会包括香港全国中心的研究成果。我们会对我们的客户、我们的会员不间断的提供我们了解到的各种内幕，以及我们预判的各种形势的发展。各位朋友们可以在评论区和我展开互动啊，获取我们相关的一些研究成果。所以这是一个。那么欧盟跟中国的关系最近又非常微妙，因为本月月底的时候，其实中欧之间要在北京举行一个中欧的今年的年度战略磋商，本来应该蛮好的。本来如果欧盟谈不成，给中欧一个机会；欧盟如果跟美国谈成了，说不定中欧之间就少一点互动的空间。但问题是，欧洲的问题就在于3个方面。第一个呢，长期形成的跟中国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
坦率地讲，现在渐行渐远。第二个呢，就是这几年用他们的话来说，中国电动车对欧洲市场的冲击。其实这个问题后面的本质是欧洲的燃油车也好，电动车产业也好，自己信心不足或者竞争能力不够。第三个呢，就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导致中欧之间的这种无论是价值观还是双方的各种信任越来越缺乏。所以上个星期中国外长在欧洲也明确表示，一方面让他们放心，稀土不是针对你们；另一方面呢，也要告诉他们，在俄乌问题上你们死了心吧，以后不要再跟我们谈这些问题了。中国明确告诉他们，中国不可能容忍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当中的失败，因为如果那样的话，美国就将来把他的战略注意力移到中方。欧洲应该是听懂了，终于听明白了，所以下一步欧洲会不会再拿这个事来做事，还是会留按华明真正放弃感性，回归到理性层面认识到这个问题。这坦率地讲，是从7月9号以后，如果说欧美之间谈不成，而刚才我的分析显示这个可能性相当之大，那么从7月9号到7月23、4号之间这2个星期，我们可以观察的问题。总而言之呢，今天到9号非常值得关注。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大家。